有缘相聚的朋友们，我们都明白，人心是藏在身体里的，我们无法触摸，也难以用肉眼直接看透它的真假善恶。俗话说得好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有些人隐藏得很深，如果不通过长时间的相处，很难真正了解他们。如果不细心观察，我们很难发现他们的真实面目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表面上一套，背地里又是另一套，他们擅长伪装，而且往往心怀不轨。只要我们细心观察，就能看清楚。如果发现了，就应该果断断绝关系，不要再和他们来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、经历和价值观，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多样而复杂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心的复杂程度也逐渐增加。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老话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人与人之间的表面接触并不总能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和善友好的人，内心深处可能隐藏着我们难以察觉的复杂情感，甚至是恶意。当我们第一次与某人相识时，通常会通过对方的言行举止来判断其性格。这种判断通常基于直觉和表面的表现，容易产生误导。比如，一个笑容可掬、言语温和的人，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对方值得信赖，而一个表面冷漠、不善言辞的人，可能会被我们误认为性格阴郁或难以接近。然而，事实往往并不如此。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本质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深入的了解，才能被真正揭示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在生活中时常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。有的人本性善良，真诚待人，有的人则表里不一，心怀鬼胎。他们或许表面热情似火，背地里却精于算计，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。这些人并不容易被一眼看穿，他们善于伪装，往往会在关键时刻让你措手不及。因此，识别和防范这些人变得尤为重要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。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，细心留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因为这些细节往往能透露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动机。那些心思深沉的人通常不会轻易暴露自己，但他们的行为和语言中总会有迹可循。一些细小的线索，比如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嫉妒、刻薄的言辞，或是突然的态度转变，可能就是他们内心不善的真实写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我们不仅需要提升自己的识人能力，还要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。在保持善良的同时，设立适当的界限是尤为重要的。善良并不意味着盲目的付出或毫无原则地接受他人的要求。相反，只有学会识别恶意，应对挑战，
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自我，不被他人的不良动机所左右。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经验积累，我们最终能更清晰地分辨出哪些人值得深交，哪些人应当保持距离，从而在这个充满纷扰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安宁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心眼不好的人常常不易被一眼识破，他们往往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，表面上可能表现得平易近人、友善真诚，但实际上却心怀不轨，处处为己谋利。这类人有一些相对明显的行为模式和特征，如果我们细心留意，就能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察觉端倪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特征，帮助我们识别那些心眼不好的人。首先，心眼不好的人通常表现出极强的自私自利，他们的思维模式往往以自我为中心，凡事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。他们可能在看似无害的对话或行动中，试图通过巧言令色获取他人的信任，从而达到某种目的。而一旦利益关系确立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，哪怕是牺牲他人的利益。在团队合作中，这类人常常会表面上愿意承担责任，但在关键时刻却将责任推卸给他人，或是在功劳面前抢占先机，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其次，心眼不好的人通常擅长伪装情感，他们会根据环境和对象巧妙地调节自己的言行，以博取他人的好感。在与权力地位较高的人相处时，他们表现出格外的尊重与顺从，时常夸赞、奉承，以获取对方的好感和信任。而面对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利用价值或无法带来好处的人，他们则会表现出冷漠、不屑，甚至忽视。这种双面性格使得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，令人难以看清其真实意图。心眼不好的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极端的嫉妒心理。他们总是对他人的成功或幸福感到不满，甚至心生怨恨。他们无法真正为他人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，反而会处心积虑地贬低或打压他人。在工作或生活中，他们可能会通过散布流言蜚语或搬弄是非来破坏他人的声誉，从而削弱对方的优势。他们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总是试图在背后暗中使坏，以满足自己扭曲的优越感。此外，这类人往往缺乏真正的同情心。虽然他们在某些场合可能表现得非常体贴关怀，但那不过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好感或伪装自己。当他们真正面对他人的困难或痛苦时，内心却冷漠无比，甚至可能在背后幸灾乐祸。他们缺乏与他人共情的能力，很少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或帮助他人，更多时候是在利用他人的脆弱来为自己谋取利益。心眼不好的人经常表现出不诚实和狡诈的特质，他们不惜通过撒谎、欺骗来达到个人目的，甚至在必要时歪曲事实或掩盖真相。
他们的谎言往往经过精心设计，足以让周围的人难以察觉。一旦有人开始质疑他们的行为或动机，他们通常会巧妙地转移话题，或是以受害者的姿态博取同情，从而化解质疑的声音。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，也让他们逐渐在他人眼中失去信誉。通过观察这些特征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识别心眼不好的人，避免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受到伤害。然而，仅仅识别他们的特质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与这些人相处，保护自己的情感和利益。理解这些人常见的行为模式是第一步，关键在于如何应对，并在必要时与他们保持距离。在识别心眼不好的人之后，如何与之相处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。与其不断被利用或伤害，不如学会设立界限，合理保护自己。善良是一种宝贵的品质，但善良并不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对所有人敞开心扉，也不意味着在面对不良行为时一味忍让。真正的善良是有原则和限度的，它不仅关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，更关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。只有当善良有了界限，才能成为一种健康而持续的力量。首先，善良的前提是对自身价值的清晰认知。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并不会因为他人的冷漠、欺骗或恶意而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。他们知道，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，而不是为了讨好或取悦他人。然而，这种选择并不代表对所有不合理行为的纵容。善良的人明白，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，但在帮助别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不被伤害。因此，设定个人界限是善良的基本原则之一。其次，善良的限度在于不为恶意的人提供无条件的宽容。宽容是善良的一部分，但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值得原谅。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心眼不好的人时，过度的宽容只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可以被接受，甚至可以继续得寸进尺。因此，善良的人应当懂得何时说不，何时停止对不良行为的纵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适度的坚决态度不仅是对自我的保护，也是对恶行的抵制，避免其在社会中蔓延。此外，善良并不意味着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去迎合他人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成全别人的说法，但如果这种成全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，那这种善良便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。善良的人需要学会平衡他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，既帮助他人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。如果我们一味地迁就他人，最终可能会让自己陷入痛苦，甚至失去自我价值的认同。真正的善良也包含着对公正的坚持。有些人会错误地认为善良就是一味的温顺和退让，但实际上，善良也需要勇敢地维护正义。在面对不公平或不公正的事情时，善良的人不会选择默不作声或袖手旁观，而是会挺身而出。
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。善良和正义是相辅相成的，只有在正义的基础上，善良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因此，善良的人要学会在面对不公时发声，勇敢地站在正确的一边，而不是为了避免冲突而选择退缩。善良的限度还在于不为他人的恶行买单。有些心眼不好的人擅长利用善良之人，挑起他们的同情心，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失或恶行承担责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善良的人应该懂得分辨是非，不应被别人的错误情绪或行为所牵制。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是善良，但为他人的恶行寻找借口，推卸责任则是对善良的误解。我们需要明确一点，善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所有人负责，尤其是那些不值得信任和帮助的人。善良是一种选择，而非义务。我们可以选择对谁善良，以及何时停止付出。懂得善良的限度，才能在不失去自身价值的同时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健康。与心眼不好的人相处时，保持善良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，而是通过理智的判断和适度的界限，确保善良不被滥用。当我们学会了设定善良的界限后，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面对恶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心眼不好的人，他们或许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你施加恶意，试图打击你的自信，消耗你的情感，甚至破坏你的人际关系。这时候，单凭善良并不足以解决问题，我们还需要具备勇气和智慧，去直面这些恶意的行为，并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法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要让别人的恶意影响你的内心。恶意往往通过贬低、嘲笑、挑拨等手段来刺痛我们的自尊心，从而让我们感到挫败甚至愤怒。然而，恶意之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失去冷静，陷入困境。所以，当面对恶意时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被激怒或击溃。保持冷静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，更是表明你不会轻易被他人的负面情绪所左右。其次，面对恶意时，明确界限是至关重要的。心眼不好的人会不断试探你的底线，寻找机会让你屈服或妥协。因此，在与这些人相处时，设立清晰的界限并坚定地维护他们非常重要。你需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不接受某些行为或言辞，不让对方有进一步伤害你的机会。例如，如果对方通过言语攻击来削弱你的自信，你可以直接指出对方言辞不恰当，并且表明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。同时，面对恶意时，我们还需要善于运用理智。恶意的行为往往充满情感上的操控和扭曲，让我们陷入困惑或不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冷静思考和客观分析是我们最好的武器。通过理智的判断，我们可以分辨出对方的动机，找到应对恶意的最佳策略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人故意制造矛盾或散播谣言，
不要轻易被挑起冲突，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或事实澄清真相，避免情绪化的回应，这样才能有效化解恶意的影响。此外，面对恶意还需要懂得何时放手和远离。并不是所有的恶意都值得我们去应对或反击，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，与心眼不好的人纠缠不清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加痛苦的局面。因此，学会放手和远离那些充满恶意的关系或环境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对抗不值得的人，不如将自己的时间和情感投入到积极的事物中，远离负面影响，让自己保持心灵的平静和积极的心态。面对恶意时，还要避免陷入复仇的陷阱。我们可能会因为遭受不公或伤害而产生报复的念头，但报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恶意的循环中。与其浪费精力在如何反击他人上，不如将这些能量用于提升自己，做出积极的改变。用成功和幸福回应恶意，是对那些心眼不好的人最有力的反击。寻求支持也是面对恶意的重要方法之一。没有必要孤身面对所有的恶意，尤其是在恶意来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，如工作场所的欺凌或生活中的操控性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寻求家人、朋友或专业人士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可以为你提供情感上的支持，也可以为你提供外部的视角和建议，帮助你走出困境。面对恶意时，保持冷静，设立界限，理智应对，适时远离，以及寻求支持，都是有效的策略。恶意或许不可避免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它，不让它侵蚀我们的善良和内心的平和。通过正确的方式面对恶意，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，还能从中成长，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善良是一种宝贵的品质，它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，滋养着我们内心的平和与满足。然而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心眼不好的人以及来自他们的恶意。这些人往往会试图利用别人的善良，将它当作软弱，从中谋取私利或施加伤害。因此，学会设定善良的限度，识别和应对恶意，成了我们在保护自己和他人时必须具备的能力。通过前面的讨论，我们了解到，善良并不意味着一味的付出和妥协。真正的善良是有原则、有界限的，他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说不，懂得在面对恶意时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宁静。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更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和教育。当我们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底线，别人也会因此更了解如何与我们相处。一个懂得善良原则的人，不仅会赢得他人的尊重，也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同时，面对恶意时，保持冷静和理智是我们应对的最佳武器。通过控制情绪，设立清晰的界限，远离恶意的环境，以及寻求支持，我们能够有效地化解那些试图让我们
感到无力或受伤的行为。面对恶意时，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内心的负担，而应将其视作一次自我成长的机会。正如古语所说，逆境是成长的良师。恶意或许能让我们暂时感到困扰，但如果我们能从容应对，必然能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。然而，尽管在面对心眼不好的人时，我们需要保持谨慎和警惕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丢失善良的本质。善良始终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品质，它能让我们的世界更温暖，关系更真挚。而在我们不断学会设限、抵御恶意的过程中，真正的善良会变得更具力量和智慧，不再是一种盲目的奉献，而是一种平衡的给予和保护。最终，生活的复杂性让我们在善良与恶意之间不断权衡和选择。我们无法改变所有人，也不能避免所有的伤害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个世界。通过坚持善良的原则，守护自己的内心，拒绝恶意的侵扰，我们不仅能过上更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，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和帮助那些愿意接受善意和美好的人。善良是种子，它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，而懂得保护自己的人，能让这颗种子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回复一句：三阳开泰。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